签了，滚！别说我不给你面子，大门朝东开着，你自己走。3年了，下蛋不行还想分家产？我们老陈家的宅基地确权马上就批下来了，凭什么有你的份儿？你配吗？哎，对，办完了，终于把这扫把星送走了。晚上回来杀只鸡庆祝一下。麦穗，我劝你想开点，以你的条件，再找个好的难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问你，我在陈家这些年得到了什么？你以为自己就好到哪里去吗？你自己是不是爹娘亲生的都不知道？长着一副外国人脸就算了，平时也抠搜的不行，对我非打即骂，谁跟了你谁倒霉。你以为我会哭？不好意思，我的眼泪金贵，不浪费在不值钱的人身上。27岁，净身出户，无房无车无存款，外加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名声。在这种4线小县城底下的村子里，这样的女人基本等于判了社会性死刑。周晨，我们村的哑巴，30岁，不会说话，只能发出含混的嗯嗯呀呀。平时在镇上捡瓶子换钱，吃低保，住村委他妈留下的老瓦房。全村人提起他就一个评价：可怜是可怜，但废了。跟我进去领证。我嫁你行不行？我嫁你行不行？你确定？确定，麻烦快一点，谢谢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刚跟我离完，转头就拉着周晨那个哑巴去领证了。我当时就在门口，亲眼看见的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傻子吗？可不是嘛！我说他脑子有问题吧？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怪不得生不出孩子，这种人就不该祸害正常人家。嫁个哑巴正好，两人凑一块儿，一个不会说，一个不会生，绝配。婶子，我是麦颂，今天跟周晨领证了。知道，他给我发消息了。宋麦颂，你是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嫁哑巴，你让我跟你妈的脸往哪搁？全村人都在笑，你明天就过去把证离了。你明天就过去把证离了。亲家，你闺女嫁到我家来，你该高兴才对。高兴？高兴什么？嫁个对她好的人。你闺女在陈家过的什么日子，你心里没数？3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，过年回娘家拎的东西全是陈家挑剩的，大年30还得给全家人端洗脚水。你当爹的看着不心疼？看看，我家是吃低保，但我儿子不赌不喝酒不抽烟，我攒了20年，这是给麦穗的底气。他到了我家，没人敢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别人家儿媳有的，我家儿媳一样不少。至少这个屋顶下面没有人骂我，这就够了。亲家，这是20万彩礼。我知道外面人怎么说我家，说我儿子是哑巴，是废物，是吃低保的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我儿子娶媳妇儿，该有的体面1分不会少。这钱给麦穗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不过问，也不要他还1分。这也太多了。不多，我儿子值这个价。这钱不能白拿，我得让他火起来。本地土鸡蛋上网最便宜的2.5块，毛利率超过200%，直播比花钱打广告管用100倍，这事儿不能干。之前他们拆房子的时候我捡的，给你。谁拆房子？陈家去年翻新老宅的时候扔出来的。一个死了3个月的人签了一份证明，
还有一张2万块的转账，辛苦费。申报面积380平方米，我在陈家住了3年，多报了170平。村委会盖章证明，证明人签名赵德厚。赵德厚，前任村支书，但他是前年腊月走的。你为什么会留着这些？这个所有人都叫他哑巴肥物的男人，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时候，捡起了一把刀，然后把刀递到了我手里。他不会说话，但他什么都知道。这些衣服给你，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，要穿得像样一点。等下我带你去剪个头发。宋麦穗，是我。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食品类商品，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。证没下来之前，不能继续经营，这批货也不能发。能问一下是谁举报的吗？能问一下是谁举报的吗？举报人信息保密。有些人啊，离了婚就开始不走正道，搞什么网上卖东西，连证都没有就敢卖，也不怕吃出问题来。这种人迟早要进去的。证来了，该发的货继续发，该卖的蛋继续卖。有些人费心思给别人使绊子，结果只耽误了人家3天，3天而已，不疼不痒。各位好，我是麦穗，今天第一次开直播，有点紧张，先带大家看看我家的鸡棚。这些鸡都是散养的，每天在院子里跑，吃的是玉米穗和菜叶子，不喂饲料。这是你老公吗？好可爱，为什么不说话？对，这是我老公周晨，他不会说话，嗓子受过伤，但他人特别好，对我特别好。他不会说话，但他对我比那些会说话的人好10000倍。会说话有什么用？说的再好听，转头就把你卖了。不如找个不会说话，但把你放在心上。嫁傻不嫁渣。姐妹说太对了，被渣男伤过的人很共情。这个嫁傻不嫁渣可以当你的直播怨言了。你们看，这种蛋壳颜色深，表面粗糙，大小不均匀，这才是真正散养土鸡蛋的样子。超市里那种个头一模一样，壳又白又光滑的，90%是笼养蛋冒充的。看，蛋黄的颜色橙红色的，不是那种蛋黄。用筷子戳一下，看到没？蛋黄是凝固的，能立住，不会散。这就是散养和笼养的区别。直播持续2个小时，在线人数500多，成交300多单，客单价45块，一场直播净利润约6000块，是我在超市干收银员1个半月的工资。这大概是我离婚以来第一次笑得没有任何杂质。听说陈德贵报的面积多了快1倍，这下要出事儿了吧？听说陈德贵报的面积多了快1倍，这下要出事儿了吧？申报面积380平，我在陈家住了3年，那院子我太熟了，绝不超过210平，多报170平。按照那片区的补偿标准，每平米补偿1800块，就是30万出头。万一我知道了面积造假的事儿，就像颗定时炸弹，所以必须在季全批下来之前把我清出去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我3年的婚姻在陈家眼里连30万都不值。不对，我连30万的零头都不值。他们宁可净身出户把我赶走，也不愿意让我分一杯羹。婶子，听说陈家的宅基地确权出问题了。是吗？该出问题的迟早会出问题。这不像巧合，这像是有人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母子俩到底还藏着多少不知道的事儿？哟，这不是宋麦硕他妈吗？你闺女可真行啊，跟我儿子离了婚，转头就嫁了个哑巴，现在还搞什么直播卖鸡，诱人现眼的。你们老宋家是不是祖坟冒黑烟了？
养出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你闺女在网上卖那些东西，迟早要出事儿，没准卖的都是假的，到时候被人告了蹲局子，别来求我们老陈家。行了行了，都离了婚了，各过各的呗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说我前儿媳妇碍着你了。麦穗，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你看看你现在，全镇人都在笑话咱家。我今天在菜市场被你前婆婆指着鼻子骂，我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妈，他骂你什么了？什么难听骂什么，说你不要脸，说咱家祖坟冒黑烟。麦素，你就不能消停点吗？你嫁那个哑巴已经够让人笑话了，你还搞什么直播，天天在网上抛头露面的。你爸说了，你要是再这样，以后就别回这个家了。你要是过不下去，就回来吧，妈不嫌你。放弃了，然后呢？回娘家，回去当那个离过婚、嫁过哑巴的女儿，在爸妈的叹气声里过完下半辈子，再找个人嫁。以我现在的名声，在这个村里能找到什么样的40岁的光棍，带俩孩子的二婚男，还是继续在超市当收银员，1个月3000块，干到退休？哪条路都是死路，唯一一条活路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。自己挣钱，自己站起来，让所有笑话的人闭嘴。别怕，我在。谢谢。不放弃，谁来了都不放弃。嫁傻不嫁渣这5个字，像一根针，精准扎进了无数女性户的痛点。麦穗啊，我家的腊肠，你看看行不行？纯手工灌的，配方是我婆婆传下来的。麦穗，我家今年核桃结的多，你能不能帮我卖卖？我这个号能做起来，靠的就是真纸这1个字。一旦出了1次品质问题，信任就没了，信任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麦穗姐，我来看看你。有事说事儿。那个，我看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，我也想学学，你能不能带带我？我可以不要工资，先跟你学。小燕，你妈在菜市场骂我妈的时候，你在旁边拍视频；你哥举报我的时候，你在给他的帖子点赞。现在你来找我说要跟我学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记性太好，谁对我好，谁对我坏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回去吧，这个门你进不来。听说你前夫家的人来求你啦？求我？不存在的。我这个人很简单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10倍；你对我坏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这扇门对你永远关着。接好撒，合击打开，这才是体面的回击。宅基地确诊2次核查结果出来了，有3户存在申报面积与实际不符的问题，需要配合调查。补偿款在调查期间全部冻结。好消息来得比预想的快。陈德贵这下完了吧？陈德贵这下完了吧？听说多报了快200瓶，这不是骗补偿吗？可不是嘛！要是查实了，不光拿不到钱，还得罚款。举报对象陈德贵，举报内容涉嫌伪造宅基地面积骗取拆迁补偿。举报时间2021年4月，3年前，那时候拆迁的消息还没正式下来，陈家就已经开始动手脚了。而同一时间，就有人在举报他们。那个时间点，周晨刚来这个村不到1年，举报材料的措辞很专业，更像是有法律常识的人写的。但周晨是个哑巴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种东西？除非不是他写的，是周婶儿，是周婶儿。
这一切都不是巧合。这对母子来到这个村，本身就不是巧合。我现在有2个选择：问，或者不问。还是先不问了。在所有棋子落定之前，我需要保持冷静。但有一件事确定了，周晨和周婶儿是我的人。不管他们藏着什么秘密，他们站在我这边，这就够了。麦穗，能聊聊吗？说吧。那个宅基地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全村都知道了。那些举报是你弄的吧？麦穗儿，咱俩好歹夫妻一场，你要是还在气离婚的事儿，我给你道歉行不行？但你不能这么害我们家呀！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宅基地要是被收回去，我们家就完了。第一，不是我举报的；第二，就算是我，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？我给你钱10万，你帮我把举报撤了，我给你10万块。我给你钱10万，你帮我把举报撤了，我给你10万块。10万？2个月前，这个男人把我净身出户赶出家门，1分钱都没给。现在他拿10万来买我撤举报，我现在1个月净赚3万。陈志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2个月前你说我以我的条件再找个好的男了，现在你拿10万块来求我，你觉得我现在缺你这10万？而且我再说一遍，举报不是我，你要是心虚，就去查查你爸这些年到底得罪了多少人，多报面积、伪造证明、给人塞钱。你以为就你们家自己知道？宋麦穗儿，你别得意太早。你以为嫁了个哑巴就能翻天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。第一次在周晨脸上看到这种表情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威胁，是一种极其平静的、冷到骨头里的注视。意思是了，没事，别放在心上，没事。但陈志强说的那句“这事没完”，我记住了。咯噔。周晨！陈子，你怎么了？他在说没事。如果那一铁管再偏2厘米，就是颅内出血。院子没有监控，村路灯坏了大半，也没有拍到任何可疑车辆或人员。周晨被打时是凌晨2点，全村都在睡觉，没有目击证人。唯一的线索是那根普通的建筑钢管，5金店到处都有卖的，戴着手套没有指纹。我们会立案调查，但说实话，这种情况破案难度很大。你们最近跟谁有矛盾？跟谁有矛盾？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，但他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的指控毫无意义，没有证据，说什么都是白说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
不是你的错，我不后悔。别哭了，我疼的是泪，不是心。你一哭，我心才疼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的？手机上看的，短视频教的。你少刷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你好好养着，家里的事我来。陈志强，你想玩是吧？行，那就玩到底。行，那就玩到底。陈志强5天前来过，走的时候说这事儿没完，时间线太明显了。但明显不等于证据，我需要证据，我需要保护好自己和这个家。周晨有个习惯，睡觉必须用自己的枕巾，医院的他不肯用。一个笔记本，这是周晨的私人物品，按理说我不该翻，但我还是打开了。12年前，今天他笑了，他在河边洗衣服，看见一只青蛙跳到他脚上，吓得叫了一声，然后自己笑了，笑起来很好看。2012年9月1日，他上学了，背着一个红书包，跑得很快。我跟在后面看他进了校门才走。2013年3月，他长高了，头发也长了，扎了个马尾。2014年7月，他考试考了第1名。他妈在村口跟人说的时候笑得很大声，我也替他高兴。字迹从最初的歪扭，慢慢变得工整了一些。2016年，他去镇上读高中了，我去不了那么远，只能等他放假回来的时候，远远看一眼。2018年，他毕业了，在超市上班。我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，就为了看他一眼，他不认识我。2021年，他结婚了，我好难受。听说她在婆家过得不好，听说她婆婆骂她，我想帮她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帮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2024年1月，听说她要离婚了，陈家要把她赶走。2024年2月，我开始去陈家附近转，他们翻新房子的时候，扔了很多东西。我捡到了一些文件，我看不太懂，但我觉得有用，我先留着。2024年3月14日，她嫁给我了，她是我的了。就算不会说话，也要对她好一辈子。这是很旧了，边角泛黄，像是被水泡过又晾干的。没事，我抱着你呢。那个小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子，我想起了一件事。以前我妈妈跟我说，这是我命大的证明。手腕内侧有一条淡白色的疤，从小就有，我一直以为是小时候摔跤留下的。妈妈说我小时候差点被水冲走，要不是有个半大小子把我捞起来，我早没了。那孩子后来被水冲走了，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人。今天他笑了，我救了他。嗓子坏了，但他活着，值得。12年，他等了我12年，他等了我12年，从一个15岁的少年等到一个30岁的哑巴，而我甚至不记得他，不记得那个用命换我一条命的少年。还好，他活下来了，声带被彻底损毁，从此再也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。
被所有人叫哑巴、傻子、废物。他每天都在看着我，直到我站在民政局门口，对他说：“嫁你行不行？”他等这句话，等了12年。手机上有7个未接来电，手机上有7个未接来电，周婶等急了。要不要告诉周晨？我看了那个笔记本，想了一路，最后决定不说。如果我现在去跟他说我知道了，那这段关系就会变成一种报恩。我不想报恩，我想好好过日子，跟他。怎么这么久？路上车胎没气了，推了一段。那个笑容跟照片里的一模一样。给你拿了你那个旧枕巾。周晨，等你出院了，我带你去省城看看。听说现在医学很发达，嗓子的事儿也许有办法。不用，我习惯了。我没习惯。我想听你说话。好，听你的。2012年发洪水那次救我的那个人，后来找到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就告诉我，找到了没有？没找到，当时水太大了，你被人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昏过去了。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孩子已经不见了。后来村里组织人沿河找了3天，没找到，大家都以为他被冲走了。他长什么样？你还记得吗？记不太清了，就是个半大小子，15、16岁的样子，个子挺高的。我只看见他把你递上岸，然后就被水冲走了。当时太乱了，我光顾着看你了。他的脖子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他脖子上有伤。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有人说那孩子脖子上插着个什么东西，是河里的钢筋还是什么，流了好多。麦穗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妈，那个人还活着，他活下来了，但是嗓子废了，再也说不了话。他就是周晨。你说什么？周晨就是当年救我的那个人，他的喉咙被钢筋刺穿了，声带全毁了，他没被水冲走，他活下来了，但从那以后再也没能说过一句话。后来他来了咱们村，住在村尾，就是所有人都叫他哑巴，叫他傻子的那个人。他在这个村住了12年，他等了我12年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他。要是早知道，我怎么会说那些话？妈，我不怪你，你不知道，正常。那你爸他，你告诉他就行。我不求你们做什么，就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我嫁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傻子，不是什么废物。他是用命换过我一条命的人，全村人都可以笑话他，但你们不行。麦穗，你带他来家里吃顿饭，我给他做他爱吃的。行，等他肋骨养好了就来。
那天去镇上办事，等号时随手翻了翻宣传册，一本本镇民营经济发展30年回顾，里面有一页历年纳税大户名录。周桂兰，桂兰建材经营部，连续6年入选镇纳税前10。周桂兰，周婶的名字。2004年因合伙人纠纷停业。合伙人纠纷？这册子是2019年镇工商联编印的。回到家，我在系统里搜了桂兰建材经营处，注销时间2005年1月。然后我搜了另一个关键词，合伙人。在一份裁判文书里，我找到了。原告周桂莲，被告陈德贵，爱堂合伙协议纠纷。陈德贵，陈志强的爸。陈德贵利用管理财务之便，私自转移合伙资产，低价出售给关联公司，导致资不抵债。法院认为，因原告无法提供充分证据，且相关账目已遗失，驳回全部诉讼请求。证据不足，驳回。脑子里的拼图合上了。20年前，陈德贵坑了周婶，转移了资产，周婶打官司输了，然后周婶的丈夫去世了。周婶的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是正常死亡还是……我不敢往下想了。但现在我确定，周婶来这个村不是巧合。她带着周晨住在村尾，让周晨去陈家捡文件，匿名举报陈德贵。她等了20年，因为证据不足。这20年，他一直在收集证据，等着一个时机，等着陈家露出最大的破绽，等着一个能把这些证据用出去的人，那就是我。20万彩礼，是因为他需要我有底气和动机去跟陈家对抗。我是他等了20年的枪，那20万是子弹。被利用了吗？某种程度上，是的。但我恨他吗？不恨。他给了我一个家，启动资金和一个不会伤害我的丈夫。而且陈家确实该倒霉，陈家本身就在作恶。周婶只是让报应来得快了一点。怎么啦？有话就说。婶子，陈家的事儿，您放心，该来的会来的。好，我信你。那顿饭吃得很安静，但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变了，不再是单纯的婆媳关系。更像是同盟。苏麦穗同志，我们收到了您提交的举报材料，想跟您核实一些情况，方便这周来一趟吗？麦穗姐，听说你前夫家出事了，陈家完了吧？拆迁款全没了！天哪，报应来的也太快了！咱们今天不聊八卦，来看看这批新到的山核桃，个头比上一批还大。说实话，真到了这一步，他心里反而很平静，没有想象中的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只有一种终于可以翻篇了的松弛。麦穗，我爸被带走了，我爸被带走了，你知道的吧？知道。那些举报材料是你交的？是。
陈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害我们，你把我老头子送进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婶子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宅基地面积是不是造假的？第二，赵德厚的章是不是你们伪造的？第三，那2万块辛苦费是不是你们给的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就行。这些事儿不是我害你们的，是你们自己做的。我只是把真相交给了该知道的人。你，还有，3个月前在菜市场，你当着全镇人的面骂我妈祖坟冒黑烟。我妈回家哭了1整晚，这笔账我没跟你算，不代表我忘了。麦穗儿，我求你，能不能帮我跟上面说说情，让他们轻判我吧？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陈志强，3个月前你让我净身出户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大门朝东开着，你自己走。今天我也送你一句：我家大门朝南开，你跪错方向了。没事儿，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。报仇这件事儿，以前被他们欺负的时候，我想过无数次要怎么让他们好看，但真到了这一天，也就那样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爽。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让他们看着我过得好，比什么都爽。对了，周晨，我帮你预约了省城的医生，专门做喉部修复手术的。我这样已经习惯了，12年了，不说话也能活。你别花这个冤枉钱，万一治不好，你会失望的。少废话，明天早上6点出发。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你绑车上。声带损伤确实严重，左侧声带完全疤痕化，右侧残留约30%的功能。以目前的医学技术，可以做喉部健微修复手术，配合术后的语言康复训练，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？不可能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，但基本的日常交流应该没问题。声音会比较沙哑，音量也不会太大，但能让人听清楚。成功率大概在70%左右。费用呢？手术费加住院费加术后康复，全部下来大概8到10万。不用你的钱，我有。你有什么钱？这哪儿来的？我爸的，他走之前买了一份人寿保险，受益人是我，赔了150万，加上这些年的利息，就是这个数。我妈一直帮我存着，一分没动过。她说，等我娶了媳妇儿，再用。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钱？为什么要吃低保？为什么要过那种日子？我妈说，钱露了白就会招事。我爸就是因为有钱才被人盯上的，他怕我也被人害，所以装穷，装了10几年。行，手术费用你的钱，但有一个条件。手术成功之后，你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必须是叫我的名字。紧张？怕什么？怕手术失败？怕成功。成功有什么好怕的？怕我说话不好听，怕你失望。周晨，你听好了，不管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，沙哑的、难听的跟破锣似的，我都不会失望。你就是用气声跟我说话，我都觉得比世界上任何声音都好听。那我要是说话跟鸭子叫似的呢？那我就养只鸭子，让你俩合唱。没事儿的，我这个儿子命硬。12年前那种情况都没死，一个手术算什么？手术很成功，
声带修复比预期顺利，右侧残存功能保住了，左侧的疤痕组织清除干净后，做了人工声带植入。术后恢复期大概3个月，配合语言康复训练，日常交流应该没问题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不用谢我，谢你们家属配合。对了，术后1周内不能发声，1个月内不能大声说话，3个月内要持续做康复训练，你们要有耐心。有多少耐心都有。手术成功了，以后你就能说话了。麦穗，他太想说话了，憋了12年的话全堵在喉咙口，现在终于有了出口。谢。不用谢我，回去谢你老婆。急什么？慢慢来。怀孕了，嫁给周晨不到5个月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真的？才几周，什么都摸不到。谢谢你们当年说我生不出孩子，要不是被赶出来，我还遇不到值得我生孩子的人。谢谢了。周晨会说话了！天哪，他真的能说话了！麦穗儿，你太厉害了！不是我厉害，是医生厉害。是他厉害。麦颂，我练了很久，我爱你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动了，你感觉到没？动了，真的动了！干什么呢？你俩别在阳台上吹风了，麦穗月份大了，当心着凉。知道了，妈。哎，下来喝碗姜汤，我给你熬好了。
周晨，以后咱们的孩子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名字里要带一个安字，平平安安的安。好，听你的。还有，你以后不许再捡瓶子了。不捡了，以后给你送货。这还差不多。一切都是新的，房子是新的，日子是新的，未来是新的。